记录把玩时光，我是 Hunter， 欢迎到最新一期开箱点评。那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就是眼前的这一款最新的由安源出品的泰图斯。这款泰图斯呢，跟之前的版本是有所区别的。你可以看到呢，我这边是直接拿出了这个《星际战士2》游戏线的泰图斯和这边的正常版本的，也就是说，这个是还原于剧中这个秘密关卡短片里面造型的这个泰图斯。可以看到两者的素体还有身高方面可以说是高下立判。那很多朋友喜欢叫这个素体叫 4.0 素体啊，但是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这应该算是安源自己新开的一个游戏线的素体无论是泰图斯三人组还是这个圣物兵啊，还有那个就是战团长卡尔加以及他的担架队，这一波素体呢，它整个的都是大上了一号。但是无论是后续出的这个荷鲁斯之乱战锤 30K 系列的玩具啊，还是之后出的圣血天使啊等一些角色，就是最近出的这几款角色，其实都是用的这个版本的这个素体。我觉得这个版本呢，应该是介于 3.0 到真正意义上的比例线 4.0 之间的这样一个过渡版本啊。不知道安源官方到底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身高布局的打算？因为在聊这款玩具之前，我觉得看这期视频的朋友，很多朋友都是非常关心这个身高问题的。那我们一次性就把这个最明显的问题，跟大家讲清楚啊。那首先呢，我们把这个泰图斯胜利桂冠版的这个泰图斯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头盔是长这个样子，对吧？跟这个游戏版《星际战士2》的这个传统的军事的头盔，副官的头盔是不一样的，它有一个这边的胜利桂冠。那放到一边去，你可以看到两者的身高呢，其实是大上了，就这边是大上了2圈的样子。那如果说是拿出所谓的 2.0 的素体啊，可以看到这边同样是一位带着胜利桂冠的副官，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腰部的这个设计上面其实有了非常大的这个进步。我觉得之前的这个版本虽然可动性还有一体性增强了非常多，但是这个腰收的实在是有点太逆天了，这个腰就是像蚂蚁腰一样，那非常不符合我心目中的这个星际战士的形象。大家都是铁罐头嘛，那这边腰这么细呢，确实是看起来有些羸弱。但是呢，如果说而且这个身高呢，其实相比起这个 2.0 时期，它其实身高并没有提升太多，而是在这个比例上，我觉得修饰的就更加匀称了一些。同时呢，因为这款玩具啊，它售价呢相比之前的这个副官呢要高上几十块钱。那另外一侧呢，因为它替换零件，它多了一侧的这个跳跃背包啊等一些替换零件。那这款玩具呢，一开始定价是200多的这样一个水平。这个早鸟价呢，目前这款主角的早鸟价呢是大概180附近。那这款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我印象中应该是100出头的这个样子。这三者之间，每一款之间的价差都达到了70、80块钱这样一个水平。我个人觉得呢，其实说实话，如果你刚入坑这个暗源的3.75寸或者说1:18比例线的战锤玩具的话呢，我觉得这款这个秘密关卡版的泰图斯是非常值得入手的，因为整体平衡下来的话，你如果不需要这些跳跃背包，或者说你不在乎就是它这个体型一定要大，我个人觉得就目前这个泰图斯在3.75寸的这个比例线里面，应该算是比例上来说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你喜欢玩他们家自己的这个就所有的兵线的话，比如说我非常喜欢的钢铁勇士的这个兵线，你会发现怎么说呢，就是它这个身高啊，它其实身高上跟这个30K 时期的角色并没有太大的这个提升，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比例上就是修饰的更加修长一些了，所以说在视觉观感上好像是作为一个原著星际战士要比之前的普通版的这个星际战士要高大一些，但实际上这个素体啊，我们仔细的横向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它只是说在身材比例上有所拉长了而已。但是整个敦实程度来说，反正马克3型动力甲的这个钢铁勇士看起来还是要更加的肥硕甚至厚重一点。
这一点呢，我觉得见仁见智。至少啊，我觉得，你如果说把这个马克3放在正中间啊，至少它相比起来，没有说之前的这个3.0版本啊，和这个30K实际放在一起啊，这种比例不太协调的感觉。因为理论上来说，就是马克10动力甲身着马克10动力甲的圆珠星际战士，应该是要比30K17的这些身着马克3型动力甲的星际战士要大上一圈。但实际上呢，就做出来玩具，我觉得目前暗源改版之后的这个泰图斯，以及他们这一波玩具啊，包括后面会跟大家去分享的这一波比较新的这个圣血天使的这个精英单位，这几款的这个比例啊，就是这个圣血天使带着这个动力全套的这个队长，还有这边的这样一个铁光环的这个队长，像这个精英单位的身材比例跟30K 放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还算是比较正常可以接受的一个程度。那废话了这么多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主角啊。首先泰图斯，首先我其实是把他的头雕还有他的这个头盔直接拿出来给大家去做一个展示，还是惯例的360呢，在镜头面前旋转一圈，看一下身上的这个细节的呈现度来说的话呢，其实内容上我觉得是要比这个游戏线的要丰富一些。游戏线的身上呢，我是入的这个出版啊，出版看起来呢有点过于干净了，但是呢该有的细节也都有。头雕方面，我们拉近一下镜头，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啊。这两款头雕怎么说呢？我是觉得这个秘密关卡版的这个泰图斯的这个头雕，怎么聚焦不了啊？确实摄像的这个水平还有设备确实是有限。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这两个头呢，其实说实话，之前游戏线的这个头雕上面的伤痕是不错的，但是眼睛涂的确实是有点锐质啊。整个头雕会显得油亮的，效果不是特别好。那新的这个头雕呢，我目前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当然呢，也是有一点角度限定。要是跟这个剧中的这个泰图斯相比，你说谁更还原呢？我觉得两者的还原度呢都不算特别高。但是如果你希望它有一个更加哑光的肤色的话，同时呢表情呢又是更坚毅一点的话呢，我会推荐这边这个秘密关卡版本的这个泰图斯。虽然说发型方面呢也不算是特别像了，但是它至少做了个至少做了一个简单干扫。然后同时呢，头雕上面的4颗金色服役钉，也是做的比较明显，而且脸上的这个伤痕呢，说实话也做出来了。但是相比起这个更大的比例来说的话，无论是发型的造型，还是说这个面雕，它其实都是有所不同的。然后你再看它身上有一些细节，它是就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啊，就是在这个金色的这个部分啊，它就没有凸出来了。那毕竟比例上面是有所缩小的嘛。那包括呢这边骷髅的这个锐度，我觉得也是没有之前游戏版本的这个好。但是基本上呢，该有的这个细节，你看身上有了更多的这边纯洁印记的这样一个加持，个人觉得细节的呈现度上会更好一些。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啊？然后看到背面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东西这个零件掉了。你会发现它身上有非常多的这个零件，它可以进行插拔和替换。这一点玩法呢，其实之前也有过，只不过怎么说呢？反正两者之间这一款就是大比例的这个版本呢，它其实主要是集中或者说聚焦于这个动力背包换成跳跃背包，还有它那个小腿甲可以去替换。包括呢这两者呢，虽然比例上面有所差别啊，两者的这个头盔的玩法呢也是一样的。都是可以从这个中间打开，然后放这个磁控灯进去，而且空间呢也是差不多的。我这点觉得是非常不错，而且你可以看到两者的头盔的建模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锐度方面来说，肯定还是大比例的会更好一点。但问题就在于这个大比例的这个产品线，它现在就只出了游戏线的这几款角色，你反正。而且最大问题就是这几款角色自己放在一起没什么太大问题，甚至放在一般的无畏机甲面前呢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一旦就是跟你之前收了很多的这个暗源战锤自己的蓝精灵放在一起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比例非常之不协调。因为你看嘛，
就是如果说这个泰图斯自己放在一起就已经是非常搞怪了，但是你在这放了一个就个子小小的，对啊，圆柱的副官放在一起，那这个身材比例就属于已经完全没法看的那个程度了。就是如果说你不太纠结这个问题的话，我是反正推荐越大越好。但是大它的价格呢也相对贵一点。但是如果说你跟我一样稍微有些纠结这个身高比例的话，我推荐还是买新不买旧，就买这个新款的这个泰图斯。当然呢，他们的这个故事线里面的4位战士呢，其实都有做出来，每个角色的后面的另外3位角色还都带着风暴盾。那有时间的话呢，也会在镜头面前跟大家去做一个简单分享。那泰图斯的头雕看完了，我们换上它这个常规的这个星际战士的头盔。这个头盔呢，说实话还是非常帅气的，但是我手边没有一个趁手的红色的磁控灯就不跟大家去做展示了。然后腰间憋着的这个非常有罗马风格的小匕首这个震动刀刃呢，其实在剧中呢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镜头。泰图斯的近战能力可以说是非常之强。那除了他抵御这个奸奇恶魔的诱惑之外呢，就是抵御了这个魔法攻击之外呢，他的这个近身能力，以及在片尾把他的这个算是师傅吧，就那个黑哥，算是一人面对混沌大军，在这个绝死绝命的这个状态，依旧是不放弃，把自己的导师也带出重围反正留下了一个非常帅气的背影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期待官方多出一些这种精英单位或者说耳熟能详角色的这个中长篇的这种 CG 短片的，我还是非常喜欢的。那它其他的这个配件，我们简单来看一下。手型方面，这次给的非常全。握枪手型呢肯定是一对，然后开场手型、实心握拳手型和这个传统的握持手型都给到了，然后包括呢2个不同类型的这样一个燃烧手雷，一个是破片手雷，还有呢替换的这个爆弹枪的这个枪套也都给出来了。这些零部件呢，就是破片手雷呢是直接进行手持的，所以算是一个多的小零件吧。然后这边的这个枪套呢，也是可以去进行，就是身边的这个搭载和 DIY 的。我个人觉得呢，反正也都是一个玩法。可动性方面呢，这个素体它集成了就是新一代，我觉得算是3.5代的素体的一些优势。首先，头雕方面呢，其实整个球形关节的这个紧实程度，还有可动范围有了一定的这个提升。抬头幅度呢，大概这么多，低头幅度这个样子，左右晃头呢也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肩甲呢是可以直接展开，有一个轴向的关节，而且呢肩部所处的这个位置也还算是比较正常，你不需要通过耸肩的这些动作，让它的这个肩甲在一个所谓的看起来比较舒适的这个位置。同时呢，这个双层的这个甲胄做的也还不错，肩膀平台可以非常容易的达到一个90度。但是呢，还是会有一点点干涉，不过问题不是特别大，反正你自己借个位也是90度。蝴蝶关节直接拉伸出去，可以拉伸90度，反正关节这个幅度活动幅度已经很大了。胸腰关节是我最喜欢的，首先腰变粗了，但是不影响可动。挺胸幅度呢，如果不是这个背包干涉的话呢，其实可以做到一个比较好的程度。但是同时呢，侧腰的这个幅度，两侧呢幅度也够。然后弯腰的幅度呢也不太受影响，弯腰的幅度反正可以向前倾个10几度吧，所以说你做出这种大范围的劈砍姿势，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问题。整体来说呢，我觉得这款玩具把玩的时候最蛋疼的就是这边的这个小包容易掉，其他的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可以跟我一样到后期直接把它点胶给粘死。下半身的部分前踢90度，双段关节的这个屈膝很紧，然后这边脚部的这个接地、脚尖的可动都是没有问题。这款泰图斯呢，我觉得价格方面，如果说你能够以低于早鸟价的这个价格去入手，比如说178或者说170以内去入手的话，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香的这个价格。或者说你喜欢还原这个秘密关卡的这个4人组的话，4人组看现在售价大概在700块钱左右，那整个花费还是比较高的。不过为了还原这个故事的场景，我觉得700块买一套也比当时的这个游戏线的这个定价呢要实惠一些。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这一款带着胜利桂冠版的泰图斯中尉
我个人评价呢是大概在7.5分到8分的水平，因为身上大部分零件去做了一定程度的这个新规，而且身高比例呢也是逐渐的就是正常化，而且把这个产品线呢拉的就是更齐一些了。至少我觉得这款玩具跟30K 的一些角色放在一起，不会说那么的违和，甚至说呢，如果说你有一些30K 时期的这个精英单位，那比如说之后会跟大家继续做分享的这个赫鲁斯之子的这个军团冠军吧，或者你叫他军团勇士也行。这是30K 时期的，那作为军团勇士的话呢，他肯定在军中算是一个大只佬嘛。而且还不是这种终结者甲的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身高比例算是正常，因为泰图斯本身也不是一个大只佬，他只是一个人狠话不多的比较特别的星际战士而已。整体来说的话呢，这个身材或者说这个身高比例，我是勉强可以接受的一个程度。当然，你看泰图斯战值的话呢，单论头盔的话，它甚至还要稍微高出那么一丢丢啊。整体来说的话呢，符合一个原著星际战士的基本设定啊。总的来说呢，这款泰图斯作为入坑作啊，就是新人玩家玩这个1:18比例线的战锤系列玩家的这个入坑作，我是非常推荐。因为目前来说的话，如果你想玩一个精英单位，而且有名有姓，且售价还算比较合适的话，我觉得这款玩具呢已经是各方面做到了一个比较平衡的水平，差不多180多块钱，然后你能拿到肉头，还有一堆丰富的配件，整体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还算不错。如果说呢后续的玩具都能够像圣血天使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40K 的新产品一样，继续把这个素体进行优化的话，我会觉得更加买账一些。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我是 Toy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拜。